我是苏曼多，一觉醒来之后，我和托莱福来到了贵州，第一站安排在了西江千户苗寨。而这集我将为你讲述我们在这里发生的2个故事。先说第一个，预备，开始。找咖啡喝，挺神的。我觉得找这么半天，为了找一咖啡馆，应该导航也没有办法导山上的位置。自古以来，旅游团好像就没有死乞白赖带游客爬山的传统，所以相比山下的商业化，山上的生活就比较真实了。虽然到现在我都闹不明白，当时为什么非要喝那杯咖啡，但山上的静谧的确是让我们不想下山的原因之一。这边就有点生活气息了，特别安静。鸟语花香。你知道什么是鬼打墙吗？算了，不说了，你该害怕了。反正我们就这么样式的不停的走，结果发现好像是个圈哟。我觉得咱们好像来过这儿，好像是的。你看这儿有一条小路，感觉这边没有路了呀。那我们怎么着？听你的吧。听我的。我今天带错路，带错2个小时了。会不会是上边那家？这儿啊。大狗跟上来了。你知道那咖啡馆在哪儿吗？哎，听懂了。因为在某点评软件上，它排名很靠前，开了4年了，风景特别好看，我就觉得吧。你好像有一咖啡馆在哪儿？你知道吗？咖啡馆？好像感觉就是在这附近，但是我们一直找不着。你知道吗？是不是那草堂茶具？是。好像是吧？是在这附近吗？带你们去。怎么？不用带我们去，你告诉我怎么走就行。高速的话肯定，走路可是很远。可是我们不是去喝茶，是一个咖啡。没关系，没关系，那我们自己找吧，谢谢你。正当我们决定放弃咖啡，改喝糊糊的时候，身边一个微弱的声音让我们再次停了下来。好像我们是在啊，你看过我们的视频？是吗？真的假的？很好看啊！谢谢谢谢，我很喜欢。握个手吧。谢谢你，谢谢你。那我们走了啊，谢谢你，拜拜，拜拜。当我们连糊糊都想放弃的时候，身后再次传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就是往那里走的话，我怕等一下你们走错路，等一下又反反复复的。没关系，没事没事，我们就觉得这挺有趣的。我没有送这个，就是逛一逛，你也想逛一逛？那你跟我们走一走吧。好。如果找到咖啡的话，请你喝一杯咖啡好不好？我粗略算了一下，再集齐1人1马，我们就可以去西天取经了。不过好在最终我们还是找到了这家咖啡馆。我们家，为了找你们家，我们太难找了，太难找了。你想喝个牛奶抹茶牛奶吗？要冰的，要冰的。那么冷的天，你还逼人小孩子要喝冰的？这位非要透露姓名的侯贤芳小朋友，用1个下午给我们讲述了他们大半个年级的故事。而他最触动我的一句话，说的是他每天都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千户苗寨。回过头想想，自己的家变成了全世界向往的地方，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你们那个世界也有。那你回家吧，不用送我们了，我们往那边逛一逛。回家吧。谢谢你，拜拜，拜拜。再见。我不要这样说啊！快回家吧。哎呀，好暖心啊！第2个故事有一个悲伤的开始，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6点85，我和托莱福准备在千户苗寨进行一次常规的航拍。你看见这桥了吗？要是无人机从桥底下钻过去，指定特带劲。于是，人生中第一次炸鸡，就在桥中央。那玩意儿还亮着灯呢。哎，您好，那个是咱西江千户苗寨的服务中心吗？这边是那个票务咨询电话啊。票务咨询，那我想找服务中心，因为我航拍掉到水里了，想谁帮忙捞一下，有工具什么的，我能找谁呀0855334889。这一趟还挺贵的。喂，你好。哎，您好，那个是咱们西江千户苗寨的服务中心吗？我那个航拍掉到3号风雨桥这个水下面，就在桥底下这儿。然后，咱们这儿能不能有什么工具或者有人帮忙捞一下？我想捞出来。反正我们那个消防队这边的哈，你直接打那个33481110。喂，你好，我是西安火车配。
哎，消防队是吧？我在西江千户苗寨3号风雨桥这儿，我把那个航拍压掉水里了。那个航拍它就在岸边上，然后但是我们下不去，能帮忙来把我们给救出来吗？就我们能。对对对，就在水里，那我们就在那儿等您行吗？咱们是等还是等吧？走吧。我们本以为将在桥头等待一个漫长的早晨，但仅用了5分钟，消防队的工作人员就赶过来了。我跟您一块儿过去吗？不用，我给您添麻烦了，实在是。我都不好意思了，给人添麻烦了，添这么多麻烦。跑到里面去，是不是？我从那儿穿过去的时候，直接掉水里了。哎呦，怎么感谢您呢？我这。你怎么称呼啊？注意点就行啊。您怎么称呼？我们是消防队的，西洋专职队的。哎，太谢谢您了！我再跟您握个手吧，再跟您握个手。我这太给您添麻烦了。没事。我都快哭了。天哪！哎呀，问人家叫什么人也不说，就说是消防队的。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很多人都对商业化嗤之以鼻，认为商业化破坏了最自然的生态。其实我也一样，但你知道吗？2017年就有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的自然村总数已减少到90多万个，古村落每天消失100个左右。时至今日，这个数据还在飙升，也就是抢救和保护的进度远远赶不上它们消失的速度。但如果在商业气息之下，依然能感受到旧习俗和旧时光的留存，这或许也是值得珍惜的幸福。没有商业化，那你将找不到餐厅、酒店，甚至无法及时找到为你财产随时待命的无名英雄们。我终于明白，发展永远是把双刃剑。而作为游客的我，只想再次向西江千户苗寨的消防叔叔表达最真诚的谢意。昨天发了个视频，本想致敬一下帮我捞起无人机的消防叔叔，结果一群颈部以上略显薄弱的网友对我发起了炮轰，有的说让我下去自己捡，有的说干脆别要了，反正最多的说的就是我浪费公共资源。稍微解释一下啊，无人机当然可以不要，但是锂电池长期泡在水里会有什么后果？现在可能已经普及到小学阶段了。另外，为什么我不下去自己捡呢？首先，岸边立着个牌子，说的明明白白。先不阐述光在水中的折射理论，这水深至少是到我腰的。话说回来，下去之前我脱还是不脱呢？再说说那个竹排，但凡大脑有推理功能的朋友都看得出来，消防叔叔先开的锁，后划的船。我要是自己砸开了锁，你们是不是又该换一种思路骂我了？那些消防叔叔们隶属于景区设立的消防队，人家保护的是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你们打字是一把好手，出了状况不找他们，难道找你们？不过我也有错的地方，错在了没有把打电话的全程放出来。下面是加速后的几通电话。哎，您好，那个是咱西江千户苗寨的服务中心吗？这边是那个票务咨询电话。票务咨询，那我想找服务中心，因为我航拍掉到水里了，想谁帮忙捞一下，有工具什么的，我能找谁啊？03534889。这一趟还挺贵的。我要。哎，您好，那个是咱们西江千户苗寨的服务中心吗？我那个航拍掉到3号风雨桥这个水下面，就在桥底下这儿，然后咱们这儿能不能有什么工具或者有人帮忙捞一下，我想捞出来。反正我们那个消防队特别的你再打那个33811。可以，你好，我是这个队。哎，消防队是吧？我在西江千户苗寨3号风雨桥这儿，我把那个航拍压掉水里了，然后但是我们下不去，能帮忙来给救出来吗？就我们能。对。我是苏曼多，一觉醒来之后，我还得眯一会儿。
牛棚也是他的秀场。哇哇哇哇哇！哈！我总感觉杨大爷很神奇，所有乐器他都是无师自通的，每天山上的人都会听到他的音乐，而他这么做也许有自己的目的。这样的早晨明显比我日常的早晨多出来好几个小时，多出来的这段时间，除了再眯会儿，我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消遣了。直到我们闻到了阵阵酒香，等会儿要去拍酿酒，然后现在还没开始，他们在劈柴，我以为我们来晚了。这个屋里酒香挺大的。是的，紫米酒。这些就是昨天酿出来的，一天就酿5瓶。啊。这个是一个木墩子，下面这个是酒糟，然后上面放一锅水，下面烧火，烧火了之后温度高了之后，它遇到这个冷水，它就顺着那个锅底流在这个沟渠里面，然后从这个沟里面就出来就是酒了。蒸馏法。对，蒸馏法。这样酿出来的酒虽然纯正，但产量不高，也许酿酒人有他自己的目的吧。来吧，尝一下酒吧。哎，已经低了，你看。谢谢。哎呀，还是温的。我还没有喝的时候，我觉得已经被那个一点点了。我尝尝。太纯正了。可以啊哈。度数应该挺高的吧60多度，从这儿测的。这个上面有这个刻度的60度的酒。 60多度的。这样的饭局我第一次经历，饭桌上我与谁都不曾相识，却又能瞬间无比熟络。路过的村民也随时可以加入。所有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或许都有自己的目的。我也逐渐看到了这里的人们所追求的，那就是 You happy, I happy。哎呀，牛耕部落平淡而又快乐的一天过去了。正如你所见到，这位满脸头发的男子再次出现了。也许你很好奇，为什么在这集中他频繁出现？主要是因为他是这儿的老板。不过接下来的一天，西米将带着我们去探访几个村落，在那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最原生态的淳朴。我是苏曼多，一觉醒来之后，我和托莱福还在牛耕部落。牛耕部落的扛把子叫西米，就是上集提到的那位满脸头发的男子。他将带着我们去探访附近的几个古村落。这个是上杨洞村，杨洞村分为上和下，是2个村子。这个是特别传统的那种榫卯结构的风雨桥，然后这个叫上杨花桥，然后有很多老人家在坐这儿聊天，都在观察我们。洞这个字在洞语中没有实际意义，就好比你平时说的“哎妈，我去”之类的词。所以，当你来到洞族村寨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这里不见天日。你看，这就是榫卯结构，没有钉。这就是比较传统的那个风雨桥，然后侗族他们这种风雨桥，走过去是不是就一帆风顺？深山里的村寨相距其实并不远，但通常因为道路险阻，导致人们的来往十分不便。我们又到了归德，这儿叫归德侗寨，是一个就是曲曲拐弯开了很久，然后才到这儿，是一个特别传统的村落。已经有新建的房子了，能看出来是新的。刚才那风雨桥也是新建的。他叫我们过去。走啊！走。好，很好渴。看看大爷们都在干啥？烤火。哇，你那个烟枪好厉害哦！多少年了？没有跟你烟枪的厉害哟，是吧？你们在座这几位大爷谁的年龄最大呀？这个呀80多个，80多了啊！我总是能很快地融入到大爷们的行列中，虽然说不出为什么，但总感觉他们很喜欢和我一起烤火。我喜欢这儿。你是在这小村要一航拍，棒。是啊，可惜了。没关系，你还会来的。是。黔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以侗族和苗族为主，判断这2个民族的方法其实并不难。我们现在又到了一个叫归养的村儿，跟那个归德离得不算远，但是刚才那个归德是侗族，这个是苗族村寨。有一句话嘛，叫苗山侗水，然后还有一句俗语叫侗族窝，苗族坡。什么意思呢？就是侗族的人住在山窝窝里，苗族的人住在山坡上。还有一句话叫侗族河头，然后苗族山头，然后汉族街头。就是说侗族的人
一般住在河边上，然后苗族的人住在山坡上，然后汉族的人住在街两边，就这么个情况。这里很多老宅都已经废弃了，房子的主人也都搬进了更安全舒适的现代住房中。一个藏宝箱，里面有一张密码图，我们接下来去寻宝。这栋房子是地主人家的遗留下来的。以前这个房子就是建筑的时候都没有铁钉，都是榫卯结构的。这儿还有一个马灯，这咱拿走合适吗？不合适吧？还回去，不要拿走。这儿还有一个小牛的头骨，有俩牛犄角。你看，这应该是小牛的那种。哇，这些东西真应该之前搬家的时候收起来留着，看看咱们看看这里有什么啊？哎呀，啥都没有。好歌不停，刀郎，庞龙，张韶涵喝酒，有年头了。哎，是一道光，真是美妙。这是一瓶啥呀？哎，你真的你慢点，你太重了。你看，这应该就是房上那种装饰性的那种木头，上面写了个王。哦，还真是个王。你听说过苗王吗？指的就是苗族村寨里的扛把子，而侗族村寨的扛把子被称为寨老。通常寨老在一个村子里不止一位，这个知识点有点超纲，我会在下集具体介绍。这个小村子叫龙溪，我们今天这来的第几个村子？第4个了。从这个方位上，你能判断出它的民族吗？我猜是侗族。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山窝里，就山下面。真棒！每个保存完好的古村落，似乎都有一些东西承载着整个村子的灵魂。这儿应该是一棵100年的老树，可以在这儿祈福。看看来，碧窝朵温打从江西逃往西南，遂于明末清初陆续定居我龙溪。庶民对其感恩福尽，于是各地具建办社稷坛，作为后人追溯萨满洪恩而典。4. 而我村所设之坛以红豆杉为基质。这个屋子它都是搭在这个石头上，现在这儿石头，然后都是这样搭上的，完全是搭在上面。对，非常棒。我们可以撤梯子。为了寻找最好的拍照的风景点，我沿着这个木根这个上来了。哎呀，太难了，我现在下不去了。我也是这么想的。谢谢。走完这4个村落，我的心情很复杂。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拜访的村子里几乎很少见到年轻人，这就解释得通为什么老大爷们喜欢和我交流了。年轻人前往城里打工，而村子里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守。我并没有站在道德的高度去看待这件事儿，因为假设换作是我也会去争取更加优越的生活，哪怕前途并不那么安逸。我很佩服西米，他并不是本地人，也是机缘巧合，对这里的牛耕文化很是着迷，便留了下来。暂且不提商业相关的因素，至少他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和村落出了一份力。正如之前所说，中国的古村落正在飞速消失，保护和弘扬却又万般矛盾。但我相信，只要还有热爱，这些文化就不会消失。Myself wondering what did happen to the last 10.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 back again. 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 rewind.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something from nothing. I sit here looking for an answer. Maybe the biggest question was in the last chapter. You gave me the soul I have today. Without you I never could have moved away. But now I see what you teach. I do believe I always should have stayed. Yeah.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One day I'll be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11 get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11 get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11 get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ife changes just open the door. One thing's certain, I'll always be yours.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Yeah.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我是苏曼多，一觉醒来之后，先考考你这个字怎么读。从气味上分辨，应该是念吧，没错。不过在这集里，这个字念吧，就是赵钱孙里的那个吧。我们今天来到了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它的名字叫做吧沙，因为当地人把这个字念作吧，所以我们叫它吧沙。到达吧沙的时候，天色渐暗，可以说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因为据我的观察，大部分旅行团都不会在寨子里过夜，但是我们过，于是横行乡里的时候又到了。你好，帅哥买你。你好，您好，你两位好。身体真好。是啊89哦，看不出来，我感觉112岁了。哦，真的吗？我感觉您才70多的样子。真的呀？真的。我的，坐吧。谢谢谢谢。这是什么呀？他送我的，那你们吃吗？哦，谢谢。这是什么呀？怎么样？哦，这边叫什么？您这个刀太给力了。不知道这是啥，感觉像是荸荠，我掰一块尝尝吧，别掰直接咬吧，挺好吃的。我也想尝尝。形容不出来，那味儿有点。这不是荸荠，不是荸荠，我不知道是什么，但很好吃啊。这挺好吃。好吃吗？好吃。那我们走了，谢谢您，哎，谢谢您。你看这儿到处挂的就是“滚性家规，见利思义，见水思源，见乱思忠，见德思贤”。拿着这个烤斑鸠，来了一群嗷嗷待哺的狗狗。然后你正后方下面还有一个头。别吃了行吗？我一口还没吃呢。俗话说，早起的虫儿被鸟吃，所以我们决定一早去探索下这个神奇的部落。每天在寨门这儿会有3次迎宾，早晨9点一次，中午11点一次，下午3点一次。迎宾之后呢，上山还有一个特色演出，我们现在在等9点这场，所以我们要迎接工作人员的到来。中国单身者10大旅游胜地，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非要单身者来？那咱俩走吧。吧沙是贵州黔东南地区的一个苗族村落，这里的男子成年之后就可以配枪，但只在狩猎和迎宾时放枪。除了放枪，还有一项表演，那就是镰刀剃头。吧沙男子成人后会在成人礼上由部落里最有声望的托尼老师亲自操刀，剃掉除了发髻以外的头发。也就是说，一天如果有3场表演，那么将会有3名男子献出自己宝贵的头发。虽然已经商业化了，但吧沙大部分村民还都保持着最传统的习俗。最触动我的是他们对生与死的独到见解。就是吧沙这边有一个习俗，每当有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的家长就会给他种一棵树，这个树呢会伴随着这个孩子成长，等到他老去世的时候呢，人们会把这棵树砍下来，给它做成棺材，然后呢，在他的坟墓旁边再种一棵树。吧沙人很相信这个天人合一嘛，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习俗。而且你想，一棵树伴随着一个孩子成长，然后他送你走，对于这个孩子来说，这棵树就是他的一生嘛，代表他的今世，然后等他死去之后又有一棵树，就是他的，也许是代表他的来生吧，觉得挺有意义的。我还没到参透生死的年纪，但这种对于生死的理解让我很有感触。生也一棵树，死也一棵树，也就是说，真正崇敬生命的人始终不会倒下。这次贵州之行的故事全部讲完了。说实话，这次旅行我们遇到了诸多不顺，先是航拍炸机，后来又发现相机的稳定器和肩带都忘在了家里，再到后来自驾时多次迷路，但总因为一些人的出现，让我们的不悦烟消云散。你有没有发现，当你身处困境的时候，总是放大眼前的难题，而忽略了身边的人？也许正是我们错过的那些善意，才让我们变得更加惆怅。但愿我们都能做一个简单的人，勇敢地接受从天而降的温暖和善意。Mayang lota Machiham Ito malam Matosita Mayang lota